这是一部韩国电影，里面不少中国元素，不过不是正面的，这也是韩国电影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。黑中国故事要从韩国釜山的某个建筑工地开始讲起。男主阿俊是这个工地的作业班长，和妻子2个人打拼多年，终于攒够了买房首付的钱。恰逢今天还是双喜临门，因为工作表现优异，老板准备给他提拔和转正，工资提高20%，还有5险1金。他的妻子则一个人经营着一家小饭馆。阿俊第一时间把升职加薪的消息告诉了老婆，小夫妻的生活可以说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刚挂完电话，一个头纹身的工人跟他擦身而过，阿俊连忙提醒对方这里是工地，必须时刻戴着安全帽。此时在工地高处却出现了安全隐患，脚手架的踏板出现了松动，鬼鬼祟祟的纹身男刚刚把信号屏蔽器放好，命运却给这些赚辛苦的工人开了一个悲伤的玩笑。松动的踏板突然断开，挂着安全绳的施工人员危险地掉在了半空中。出了安全事故，班长阿俊挺身而出解救工友，最后也是有惊无险的在上方脚手架脱离的瞬间成功救下工友。但是这起事故却也鬼使神差的帮了躲在暗处伺机觅食的电话诈骗犯。阿俊此时正在忙着救人，阿俊老婆接通了一个陌生来电，对方自称是一名律师。他说阿俊所在的工地发生意外，死了一个工人，作为工地班长，她的丈夫负有监管不当的责任，现在正在警局接受调。当然阿俊老婆很警觉，她并不信任这个自称好友兼律师的人。挂完电话之后，急忙拨通了丈夫的手机。此时阿俊在的建筑工地已经被诈骗犯放置了信号屏蔽器，所以是无法打通丈夫的手机的。此时阿俊老婆开始慌乱，相信丈夫是真的出事了，心急如焚，按照骗子的套路，慌慌张张把7000万韩元打入骗子账户，小夫妻辛苦打拼的积蓄便付之东流了。诈骗犯这个时候移走信号屏蔽器，丈夫此时才发现妻子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。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或许这样的电话骗术乍看起来漏洞百出，但是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，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不会上当受骗呢？接完丈夫的电话，女人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她奔抢着准备赶往银行冻结那笔电诈转账，结果也是可想而知，刚刚已经被取走了。去报案，警察只是不痛不痒地调侃他。阿俊妻子走在马路上，骗子不忘再次打电话羞辱他，此时内心崩溃的他被车撞了。诈骗犯成功从他妻子手里骗走了7000万韩元，这些钱本来是小两口准备用来买房的，现在钱也没了，老婆还被车撞了。不过好在经过手术之后，阿俊的妻子已经脱离了危险。但是诈骗犯在建筑工地布那么大局，可不是为了那区7000万，他们要猎杀的大鱼是阿俊的老板。30亿韩元的工程款被骗走，等阿俊接到电话赶到工地的时候，老板已经跳楼自杀了。但是需要这笔钱生活的工人又该怎么办呢？比如这位喝醉了酒大闹灵堂的大叔，他的女儿还需要这笔血汗钱做手术。面对被侮辱的妻子和需要救命钱的工友，他准备开始反击。秘书告诉阿俊，老板接到了保险公司的电话，用搬家工伤险作为诱饵，把老板骗上了钩，才会把大家的资料都交了出去。这也是阿俊妻子上当受骗的最根本原因。要取施工现场的监控，那个放置屏蔽器的狗头纹身男成为了突破口。阿俊很快找到了纹身男，知道了这个人开了一家专门做非法勾当的旅行社，用来给电诈集团输送非法劳工。阿俊也是一点不墨迹，上来直接就是高速撞停。不过显然狗头男就是一个小弟，在阿俊的再三追问之下，狗头男还是说出了一个名字：蒲市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俊就把纹身男送来了警局。他也想和负责电话诈骗的李队长聊一聊，为什么韩国警察破案的效率可以这么慢。李队长坦言，这帮训练有素的诈骗团伙的老巢并不在韩国，而是在中国境内，这增加了调查的难度。看来韩国警察是指望不上了，阿俊只能自己另辟蹊径了。找到了黑客妹，经过这个女孩的一番调查，这个跨国诈骗组织可是不好惹。最后定位到的地方是沈阳，他们有先进的号码伪造软件，再配合韩国国内的转换器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国外号码变成韩国本地电话号码。黑客妹放大了电话录音，背景里面嘈杂的人声告诉阿俊，这是一个人员超级庞大的电话诈骗团伙。此时李队长已经在蒲市长附近部署了警力，而阿俊恰巧也准备接近这个重要人物。阿俊混进了蒲市长的编号室内部，这里的人正在忙碌地进行着销赃和整理的工作。阿俊还发现了警方安插在这里的一个内应，为了能够快速得到蒲市长的信任，出卖外面那个警察卧底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监听设备被发现，卧底暴露，在外面蹲守的李队长只能提前展开抓捕计划。蒲市长让所有人赶紧撤离，什么都可以不带，但是一定要拿上最重要的个人隐私信息，这是电诈成功的关键。不过这次出动的警力可是不一般，如果没有伸手了得的阿俊一直跟警察周旋，我们的蒲市长怕是插翅也难飞了。
就这1打10的肉搏技术，电诈团伙看来对个人信息这一块还是没吃透啊。不过李队长在纠缠中扯掉了他的口罩，一看是阿俊有点懵逼了。本来黑客妞准备开车去接应，不过阿俊投石问路的计划奏效了，蒲市长开着大奔主动过来帮他解围。出来混的人总有几个讲点义气，这回算是蒲市长欠了他一个人情，所以阿俊很顺理成章的得到了引荐。蒲市长递给他一张专属名片，拿着这个然后去找一个叫千本部长的人，你就可以顺利进入位于中国沈阳的韩国电诈集团。下了车，阿俊反手就把蒲市长的车通报给了警察，然后和在病床上的妻子做了告别，又让黑客妹给自己搞了一份假的身份信息。阿俊此行的目的很单纯，那就是拿回属于自己和工友的钱，并且找到那个羞辱自己妻子的假律师。而李队长这边也终于重视起了这个退役警员阿俊，一个缉毒小组的传奇人物，破获了无数个大案要案。这么一个战功赫赫的人，最后却因为一起案件抓了国会议员的儿子而被撤了职。很快阿俊就来到了沈阳，一辆陕西的面包车来接的机，递上名片之后在旅店内等待片刻。千本部长带着一帮小弟闯进了阿俊的房间，他们非常小心谨慎，对护照和个人信息进行了核查，之后手机被销毁，头被套上编织袋，来到了电诈集团的老窝。阿俊被分到了某个4人小组，内容就是跟着诈骗剧本走，连续不断的打电话。在这里混了几天之后，阿俊终于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假律师的声音，他就是这个诈骗集团的2号人物郭专家。他表面斯文但心狠手辣，找出黑吃黑的员工，撕碎他的护照，腿被无情的打断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客死异乡了。阿俊想混进企划部接近郭专家，他在窗外正好看到了某个兄弟顺走了现金，这不机会就来了吗？阿俊直勾勾的就冲进了办公室，玩了一出人赃并获，就是想博取郭专家的好感，为的就是借机加入企划部。在这里阿俊认识了笨手笨脚的小伟，他也是电诈的受害者，因为在韩国欠了一屁股债，所以只能逃到这里干起了电诈。郭专家这边也遇到了信任危机，就业电诈剧本迟迟没有推进，这让幕后老大黄社长很不满意，他已经开始怀疑郭专家在偷偷专卖剧本了。无奈大佬郭只能把这个挣钱的剧本给拿了出来，而阿俊也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。阿俊顺着电梯绳爬上了4楼，本想找犯罪证据，结果千本这时候突然上了楼，阿俊只好躲了起来。不过这时候监管者也发现阿俊不知去向了，这个消息也通过对讲机传达给了千本。情急之下，阿俊只能通过通风管道到了3楼，结果正好被经过的小伟给看到了。阿俊连忙躲进了卫生间，小伟也并没有出卖他，但是屡次不守规矩的阿俊让千本很恼火，痛扁之后直接把他反锁在了杂物间。今天的诈骗对象是年轻的待业青年，韩国就业难度很大，这些刚刚参加完大公司面试的年轻人成为了电诈集团眼中的肥肉。诈骗手段非常的简单，先告诉受害人你已经通过了面试，这是提前通知，必须对外保密，然后抛出诱饵。韩国年轻人或多或少身上背着些贷款，但是应聘公司对个人债务问题非常的看重，所以如果你背的贷款太多，那么就需要加入青年就业信托基金，你们肯定是没钱的，所以需要你的长辈作为担保人，支付3000万韩元的担保金。被就业机会冲昏头脑的年轻人会连忙打电话给长辈，长辈也会因为孩子要去大公司上班而喜出望外，多么简单而又漏洞百出的骗术啊！但是就像大佬郭说的一样，诈骗的本质其实就是利用了人的共情，自己的努力被大公司认可，自己培养的孩子终于有了好的前程，这些美妙的愿景掩盖了丑陋的谎言，麻痹了我们的判断，于是属于电诈集团的狂欢就来了，哭泣的眼泪和刺眼的95亿的入账提示牌。但是这一切只是前菜，下午他们还有成功率90%的某大型证券公司的900名面试名单。看到疯狂的骗子们，小伟良心有些不安，他找来了钥匙把阿俊放了出来。另一边，我们的李队长协同中国公安早已经在附近做好了布控，警方很快找到了这个电诈集团的大致区域，看来到了最后收网的时候了。逃出来的阿俊想干嘛呢？当然是切断电力，让电诈无法进行，但是无奈配电房被锁住了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很快2个人就来送钥匙了。一顿海扁之后，阿俊成功拿到钥匙打开了门，然后直接来了个釜底抽薪。大佬郭一看断电了，愤怒之余很快就清醒过来，看来是时候收拾剧本走人了。此时阿俊正在郭专家的办公室，他知道这个人渣藏电话的地方，准备用这台手机给警方发定位。这时候正好被郭专家撞见，2个人很快扭打在了一起。千本意识到组织内出了内鬼，此时也赶了过来，看到郭专家的秘密手机，在场的3个人的关系就非常的微妙了。趁着2个人在黑吃黑，阿俊拿上手机赶紧离开现场，他要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出去，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信号。千本很快就把郭专家给打趴了，
不过还是棋差一招，郭专家的心腹背后偷袭了千本，然后郭专家起身连续补刀，千本部长正式离场。阿俊这边也是麻烦连连，所有人都在抓捕他，让他分身乏术。好不容易脱身，准备从电梯井前往顶楼发信息，又被小伟撞见。但是这小子已经被金钱俘虏的完全黑化了，大声喊叫着让大家过来抓人。很快电梯井里上演了一处追逐战，所幸这些个打电话的身手都很一般。阿俊顺利的爬上了天台，终于是把定位信息发了出去，但是追兵很快就赶到了，最后寡不敌众，被一棍子敲晕在地上。郭专家总算是调查清楚了眼前这个硬汉，阿俊搞砸了他的300亿计划，让大佬郭很恼火。不过退役的警察还是有利用价值，千本死了，幕后老大黄社长肯定要兴师问罪，所以准备让阿俊当这个替罪羊。警察这时候已经收到信息，此时已然兵临城下了，警方迅速展开围剿，里面的电诈成员俨然成了瓮中之鳖。枪声响起，本来准备灭口的大佬郭一个分神，阿俊武力值回归，瞬间挣脱扎带，很利索的打趴了一名暴徒。拿着枪的郭专家居然怂了，吓得窜上了顶楼天台，准备架梯子逃到隔壁那栋楼。不过阿俊怎么可能让他得逞？两个展开了第2回合的肉搏。阿俊物理学的不错，把空调外机往外面一扔，被电线绊住的大佬郭就被 KO 了。还记得阿俊在机场放下的狠话吗？见到嘲讽侮辱自己妻子的假律师，一定要杀了他。但是秉承着正能量的原则，阿俊最后也是没有痛下杀手。还没完，幕后老大黄社长还没有落网。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利用郭专家被抓这个切入点，黑客妹再一番操作，黄社长很快就信任了。最终这个跨国诈骗团伙被全灭，受害者被诈骗的钱也都成功查获。这么梦幻的结局或许只会出现在电影里吧。最后借着李队长的忠告做一下反诈宣传，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。最后阿俊回到了康复的妻子的身边，他们的钱已经追，买房梦依然可以实现。不过有金钱的地方就有贪婪和罪恶。在菲律宾的马尼拉，一个小伙匆匆下了飞机，他给另一个电诈老大带来了大佬郭生产的剧本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唯唯诺诺最后被金钱诱惑了的落网之鱼小伟。反诈工作任重而道远，希望在一线的反诈警员以及广大群众的努力下，最终诈骗犯会从中国这片土地上永远的消失。童话惊魂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一个电影再见。